G Pro Super Strike Viper V4 Pro 这两个到底怎么选啊 ？G Pro Super Strike 啊，可以说是滑鼠界的创新啊，电感类比按键的新跑道。Viper V4 Pro 突破基础，把传感器做得更好，并且减轻重量。不管啦，我全都要。不过我分开使用，评测1个月多，打了特战、Apex、PUBG 三角洲，从模具、图层、按键、性能深入比较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啊，我还是真的有点心得啦。Hello， 各位，我是高鸭子。如果喜欢乖乖开箱啊，记得帮我点赞、热推、分享，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啊。接下来就是 G Pro Super Strike 跟 Viper V4 Pro 怎么选？为了方便称呼啦，我就简短叫 Super Strike 还有 V4。首先模具适不适合你握，这绝对是优先考量的。两颗滑鼠都是对称鼠 ，Super Strike 高度12.5公分，宽6.35，深度4公分 ；V4 长度12.7，宽6.3，高度3.9公分，都推荐给中大手抓握指握玩家，也就是中指到手腕超过17公分。举我的例子啊，我是19公分的中大手，放松抓握的玩家大概是长这样，也就是手掌接触面积小，手指微微弯曲，还有一点指握的感觉。当我使用 Super Strike 握起来，会感觉尾部更加饱满，施力起来5根手指头会更加平均哦，不会有哪边特别出力。如果是在中大幅度转动视角啊，跟枪跟压枪场景，会感觉尾部有支撑住你，比较稳定一些。换到 V4，因为尾部没有饱满的感觉，所以会更想靠左右侧的手指施力，力道都会集中在前段，反而指握的感觉会更加明显，然后尾部的感觉就不多，这样在微调和一次定位会比较好施力哦，就更加稳定。以我的手型，特战和 CS 大多微调和一次定位 ，V4 我会更适合。不过换到 Apex、PUBG 需要跟枪转动视角，不然是往下压枪，我觉得尾部的饱满就更加重要，我会选 Super Strike。再来是我们的编辑，他是20公分的大手，纯指握玩家。Super Strike 无名指跟小拇指像是要往内的扣住，左右甩比较没那么好停住，但相对鼠尾啊就会保留更多空间。手指往下压枪可以有很多的空间操作，需要大量压枪的游戏啊是比较轻松。相较之下 ，V4 比较扁平的属性，因为是纯指握，有时候会按比较后面嘛，更大的按键盖啊可以按的范围就更多，在大拉手指跑掉的时候还能稳定的按压触发，同时按键盖有做出明显的弧度，让手指可以有一种包裹在按键盖内的感觉。包含鼠尾啊 ，V4 明显更宽扁一点，在左右跟枪时啊，因为弧度跟宽度横平，所以可以很轻松的用无名指和小拇指扣住来停住，都比较像是斜斜的轻靠扣上去，整体啊让左右跟枪啊或定位时更稳定。以上是我的放松抓握，还有编辑的纯指握心得，其实感受下来差不多啦，反正我们的意见啊就给各位参考看看。再来是涂层相比，两颗都是偏滑，但 V4 会更顺滑。我没有贴脚贴的习惯啊，就不特别测试。但如果会流手汗的玩家，V4 防滑会差一些。那我的手汗程度大概中，都会习惯放一个小抹布在旁边擦。以这两颗的防滑来说，都能接受啦。如果真的会爆汗的那种人啊，V4 可能要多去试握，握久一点看看。接着按键 ，Super Strike 走一个创新的电感类比按键 ，V4 Pro 则是升级第4代的光学微动。在这点情况下，逻辑确实更吸引人嘛。我觉得全新技术比起减轻重量，我会选择全新技术。当然这很主观啦，也希望逻辑之后滑鼠可以再轻一点。那这个按键差别就是在于反应速度。我们这边啊就以左键为主 ，Super Strike 能调整触发点 RT 震动幅度。如果你把触发点调整到1，会是最快触发，那个毫秒体感真的有比 V4 快。这测试也很明显啦，你用 Super Strike 打特战训练场的一轮机器人，马上换 V4，那个体感很明显。那大部分玩家也都是调整1或2，就像是持手键盘调整0.1甚至0.01。以这点来说啊，追求高上限，追求最快的第一枪速度 ，Super Strike 开第一枪真的会比 V4 快。那再提醒大家哦，这边讲的都是开第一枪的速度，最容易遇到的游戏就是特战和 CS。但重点来了，对我来说，触发点1和2还是太容易误触，包含有时候定点到一半就先开枪哦。我有尝试去习惯，但后面失误还是太多，而且我是那种啊很容易把滑鼠握很紧的人，尤其残局紧张的时候更容易出力，这种时候啊误触几率就增加不少。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可以参考看看。所以后续啊我调整触发点3 RT 2震动2，整体不太会误触，开枪速度也算快。但是以触发点3再跟 V4 比的话，开枪反应速度就差不多，体感来说啊就没有明显的差异。另外是 RT 技术 ，Apex 三角洲 PUBG 这边 Super Strike 绝对是遥遥领先，各类单发枪都可以连等的非常快。我相信这点大家也都有耳闻啦，之前甚至还被 Apex 官方误以为是外挂。包含是压枪收放，体感上都很稳定，这点 Super Strike 真的很强，没话说。不过按键手感的话，因为它不是传统的机械结构啊，确认感有没有按下去的那真的要花一段时间去习惯哦，而且声音很安静，这手感就见仁见智吧。我花了2周左右才渐渐习惯。之前说像是逻辑办公鼠 MX Master， 有人说像是笔电触控萤幕的按键手感，都很像啦，就看你能不能习惯，喜不喜欢这种了。最后是侧键 ，Super Strike 的2颗侧键都是比较软 Q 的手感，前面硬一点，后面更软，按键形状是
是胶囊型，表面则是弧形。V4则是略微脆的按键手感，前后手感一致性差不多，表面是平面的。实际用下来Superstrike 的侧键有点太软了，回弹也不太梗手，整体确认感我觉得有点不够。V4 Pro 的侧键更脆，回弹也更快两者相比之下，以顶尖游戏定位来说我会觉得 V4 Pro 的侧键更好。接着聊聊性能 ，V4 DPI 5万 ，IPS 930，加速度90克 ；Superstrike DPI 4万4 ，IPS 888，加速度88克。数值方面 ，V4 领先，而且我还要提到的是 ，V4 有着刚刚没说到的真同步，就像是没有颜值的 Motion Sync，让你跟手感感觉更同步稳定。你听到这可能觉得，哎呀，又是一个讲起来感觉很猛，实际用根本没差。我跟你讲，这个还真有感也是我前面特别提到，比起 V3都改成8K 游玩，明显 V4 比较跟手，而且跟 Superstrike 比 ，V4 也比较跟手。那个甩枪定点到头的场景太有感，而且很干净。我觉得他从左边出来把你杀。另外是重量和重心问题 ，V4 Pro 重量50克，且重心平衡 ；Superstrike 重量61克，但重心靠前，用下来体感比60克还要重一些。以我手腕流来说V4 Pro 长时间使用省力很多。如果你打算兼具办公的话，重量你也得考虑进去。续航方面 ，V4 1K 能有180小时续航 ，Superstrike 1K 能有90小时。V4 确实赢了啦，不过1-2颗的续航来说，我本身用1到2天就会习惯插线，就没什么差。OK， 总结主要聊模具、涂层、按键性能比较有差的会是后面2个在按键方面的新技术，可以明确的说，逻辑领先，也领先了整个滑鼠市场不少。未来也许各家厂商会开始走向这方面。接着是性能，也可以明确说，雷蛇领先，把基础再做得更好，更新传感器加强续航、减重等等。当然，如果你要说2家厂商哪个升级的体感最明显，绝对还是罗技的新技术了。你直接买来使用把罗技2代的 Superstrike 比，真的差非常多。反而雷蛇 V3 跟 V4 比都没有来的那么明显。但如果把 Superstrike 跟 V4 比，我觉得你优先考量的应该是模具适不适合你，按键手感你喜不喜欢，这样去选才对。如果你真的很懒得去试握也不知道自己的手到底适合什么，那就是 Superstrike 它的属性依然是最安全嘛，目前是 CS 职业赛场最多人用的，同时特战也都是前5名。反正我主观觉得以按键性能来说，2颗都是很顶的了。如果你再说2颗你都能上手，像我2颗互换其实1天也都能适应，那你就从常玩游戏下手。最终它还是一颗游戏滑鼠你擅长的游戏更是哪方面的操作就选哪一颗。相信根据我前面的心得多少可以让你参考看看。还是选不出来呢？我们现实一点 ，CP 值看一下市场价去选，总不可能选不出来了吧？反正听我的都去门市试握看看，或者跟朋友接看，我相信会有更多心得的。总之，模具和按键先选，再来常玩的游戏，最后价钱优先顺序给大家那有些人会担心品质问题其实2家都是大厂售后服务基本上不用担心，真的买到机王就赶紧客服换一颗啦。以上 G Pro、Superstrike 跟 Viper V4 Pro 2颗实际用1个月的心得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有关 V3 Pro 要不要升级 V4 Pro？ 首先2代真的很像还好我 V3 黑色 ，V4 买白色，不然放在一起真的不知道哪一代了。那我也整理出5个差异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差异重量 ，V4 在整个模具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比 V3 轻了4.4克，来到50克，可以说是 V3、V4 最明显的差异。在特战微调下还是比较舒服。第二个差异，滚轮，原本 V3 是锯齿状，现在 V4 改成齿轮状，使用上的手感V4 滚动比较滑顺 ，V3 阻力感强一点。像在 Apex 滚轮跳玩身法同时我觉得 V4 会更顺。第3个差异，按键 V4 更新第4代的光学微动，让声音方面更加清脆，力度也轻一点。不过声音跟 V3 比我觉得弹配音更明显你们听听看，也记得下方留言你们更喜欢哪一代的声音呢？第4个差异，传感器，第3代的 Laser Focus Pro 50K DPI 5万 IPS 930，加速度90克，数值方面非常强，而有线和无线方面也都支援 8K 赫兹。而续航方面，官方号称1K 可以到180小时，8K 则是45小时。根据我高强度实测开启 8K 4个小时游玩，从47%掉到了35%，相比 V3 依然是进步很多。那传感器的体感 ，V3 和 V4 都开启1K 游玩，体感差不多，但都改成8K 游玩，就明显 V4 比较跟手。
包含我比较常台数，一次定位感真的有差。第5个差异，网页驱动，雷蛇终于也是做出来哦，绝对是加分啦，直接进官网就能使用。总结以上5个差异，其他部分基本上大同小异啦。认真来说，重量还是差最多，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升级的必要，毕竟要再花接近5000元，我觉得不太值哦。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 V3 的伙伴，V3现在特价4000出，V4快5000，那多花1000直接买 V4最好，算是一个主观心得吧。有关 V3 Pro 到底要不要升级 ，V4 Pro 分享给大家，喜欢的话再记得订阅下来哦。我是瓜子，我们下次见喽。Both hands in that Bible, bitch, I'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 I was idle. When we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 No, but climbing high, we ain't on